最近我在浏览这个 Webbench 里的报道，也就是 Webbench 视频模型生成的一个排行榜的时候呢，我发现了有这样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这个好像不是个英文单词啊，它其实是万象2.1。万象当然指的是通义万象啊。那你注意啊，这个模型的排行榜呢已经到了第1位，甚至呢可能要高于我们的 Luma。这是一个什么模型呢？这个就是通义呢悄咪咪的发布了一个视频生成模型啊，这个模型真的非常的棒。那它首先呢是可以支持中文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参数。我说的支持中文不是说提示词支持啊，提示词当然是支持的，但是呢它这个画面上也是支持的。说镜头从一把展开的折扇开始啊，画面上赫然写着 AI 老腊肉4个黑色大字，当然有人较真儿说这是不是4个？我觉得就是4个，字体是略显稚拙。镜头缓缓向下移动，露出扇子后面一位身穿粉色齐胸襦裙的古装少女，她高挽发髻，面色清秀，面带一丝微笑，反正后边有一堆啊，不用去管它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的确是非常棒的一个效果，对吧？你看一下这个字体生成的有没有问题？你去看这个辣的确可能不太对啊，不过不影响整体的感官。它不光可以生成这样的一个视频啊，生成的方式呢有很多。那我们先看一下最简单的，先看这个，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示词啊。一位身穿汉服的女孩站在古风庭院中，缓缓转过身来。那我们看一下生成的效果，我可以放大一下，它整个的动作都是有的。古风庭院转身的动作的确非常好。然后呢，看一下第二个。第二个呢是一个身穿淡蓝齐胸襦裙的汉服少女啊，发髻高挽，然后有细碎刘海，手持一柄折扇，反正这个提示词也比较长。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进阶提示词啊，另外一种提示词的形式。整个的表现也非常的好。第3个叫什么呢？叫运镜提示词。我们先看效果，大家注意啊，镜头推进，下雨，然后落在这个女孩的脸上，叫运镜提示词。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非常的棒？有很多视频可能都做不了这么精细。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提示词。提示词主要开始描述镜头，镜头从一扇雕花木窗缓缓摇入，窗外是阴雨绵绵的江南小巷，雨水顺着窗沿滴答，在地面形成涟漪，这个没有表现出来啊。镜头慢慢移动到窗内，一位身穿白色交领襦裙的汉服女孩正坐在桌前，手持毛笔，专注的临摹字帖。后边是她的一些细节描述，我们就不用看了。这个的确也非常的好啊，能把这个镜头的关键的细节都表现出来。那这个叫变形提示词。那我们还是先看效果。身穿铠甲的一个女孩啊，突然有一个金色的翅膀飞过来啊，它有一个变身的效果。大家看一下，变成了金色铠甲，手持一柄这个战刀或者叫宝剑，这个也非常的棒。很多的模型不见得能把这个表现出来，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模型的确是值得给大家去推荐的。我通过这几个提示词以及我后边的这个汉字的这个，其实把这个模型的基本的特点都已经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那关键就是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啊？首先告诉大家，这个提示词呢不是我手写的，这个呢也是由大模型来生成的。这个呢我同样是用 Gemini 来生成的这个提示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儿我有一个专门的对话，叫做通义万象视频提示词。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你希望的模型。这儿比方我们选这个 Thinking， 还是最新的这个。那我这儿有一个 System Instruction 啊，就是系统的一个介绍。这个介绍呢，其实是告诉他这个提示词该怎么写。大家看一下啊，很长。这个是哪儿来的呢？注意，在这个通义万象视频生成的页面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使用指南啊，我们可以点开它。这里边呢会有提示词的写法。首先呢是基础公式，它的适用场景是适用于新用户，然后呢可以将 AI 视频作为灵感启发的用户，简单自由的提示词
那因为你写的非常短嘛，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想象力会更大一些。提示词的结构是提示词等于主体加场景加运动。那主体是什么？说得很清楚。场景是什么？运动是什么啊？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就是提示词书写的一个方式。类似的，下边有进阶的。进阶的话呢，是主体加上场景加上运动加上镜头语言加上氛围词加上风格化。而我刚才的第一个就是简单提示词，这个就是进阶的，你会发现这个就比较长，对吧？这个就比较短。再往下边呢是运镜的，运镜呢是运镜描述加主体加场景加运动啊，加这个镜头语言加氛围词加风格化。这儿呢也有运镜描述的一个说明，这儿呢有例子。然后它叫形变公式，形变公式呢指的是一种变形的过程啊，是主体 A 变成了主体 B， 然后对场景和运动以及镜头语言、氛围词和风格化做描述。这儿呢也有这个示例，所以说呢前边其实就是主要的提示词的写法，你只要把这个告诉 Gemini 啊，然后让它去生成就行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个东西啊，它没办法复制，你要注意。为什么呢？它现在是一个钉钉文档啊，你注意是阿里文档点钉talk啊。如果大家用过钉钉的话，都应该知道这是一个钉钉的文档，这儿也能看到。所以说呢，它不支持去复制，因为钉钉文档是可以设置权限的。那你怎么把这个给它放过去呢？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方法啊，你可以在源代码里边去复制，当然会比较麻烦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这样去做。如果你现在是可以科学上网的啊，你可以点一下你的这个地方，就是地址栏这个地方，然后这儿会有一个谷歌的智能的镜头啊，你选一下它，然后这个页面就会变成一个图片，然后呢，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这个部分给它框一下。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是谷歌搜索。如果你不希望去搜索啊，然后你希望的是进行这个 OCR， 就是文字识别，你可以点一下选择文字，然后点一下复制，那这个图片上的文字呢就被复制下来了。当然类似的呢，你可以通过把它保存成图片，然后发送到微信啊，然后去识别也可以。当然我觉得那样就比较麻烦。那你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可以在 Gemini 里边给它粘上。那注意我这儿有一个引导性的语句，叫通义万象视频生成的提示词遵循如下公式。第一个就是基础公式，那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啊，场景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些场景啊，结构，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提示词结构，然后下边有说明，主体是什么，场景是什么，运动是什么。然后呢，这儿我给了一个示例，这个示例同样是它这个文档里边给的啊，我就直接粘了一个。那比方说它那个基础示例里边就是这个。那类似的话呢，我们可以将底下的这个全部给它描述出来啊。这儿我们顺便说一下，就是这里边的运镜公式其实指的是一连串的这种镜头运动，让整个的图像呢更加的连贯，或者叫更加的流畅，动感更强。好，我们试几个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去用啊，你把它收起来就行。然后我们在这儿写啊，我这试一个就行，因为它生成是需要时间的。以古装、汉服、美女为主题，使用运镜公式生成一段提示词。大家注意啊，我现在只说明了主体，环境啊什么都没说啊，所以说它需要给我补上，我别的都不用去管。注意这儿有一个思考的过程，看一下，这说了很多。那下边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给它粘上，放到这儿。大家注意啊，在这个里边你最好检查一下，就是像这种叫水墨画风格这种东西呢不要有啊，因为它在生成视频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给它删掉。智能扩写，如果你希望用通义的大语言模型去改写提示词，可以用智能扩写。下边是比例灵感模式，我们打开。这儿我们说一下啊，就是它是签到领这个灵感值，生成这个视频大家注意是用5个灵感值，所以说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每次签到就是点这儿可以增加50，我可以点签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这是133个灵感值啊，然后我们点一下生成。大家注意啊，你每次生成排队大概是3分钟
就是文声视频是3分钟，图声视频就很长了，有的可能20多，有的是30多分钟。那这儿我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提示词是怎么用的，我们待会儿再来看这个效果。当然呢，你可以用其他模型去试啊，这个我也是为了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新的模型。这个 sync 的过程呢，你愿意看就看啊，不愿意看就算。它主要是自我验证的一个过程，跟那个 O1 是比较像的，对吧？现在这种自我验证的模型比较多，比方说前几天比较火的那个 DeepSeek 啊，叫 R1 是吧？他出了一篇论文，那个论文里边的话呢，也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啊。除了文声视频之外呢，你还可以有图声视频，你可以上传一段视频，然后写这个提示词。你要注意啊，这个提示词里边的写法呢，就没有必要写的特别复杂。如果你用了一个运镜提示词，可能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看一下啊，我这儿做了一个实验。注意啊，这个视频，我把它的最后一帧。就是它的最后一帧啊，就是这一帧，当成了一个图像，然后给它传到这儿去了。这个我就不生成了啊，时间太长。然后呢，我写了一段提示词，大家看一下，是镜头从中视窗棂外缓缓推入，窗外是朦胧灰色的背景，窗内有一个身穿白色交领汉服的女孩正在写字儿，然后下边对她有些描述。可能这儿看不全，我后边其实写的是这个镜头会推到他写的那个字儿上边，然后展示出一幅特别棒的这个书法的作品。那真正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一开始呢，镜头并没有推到他写的这个画作上，而是往上移动，然后有一个镜头切换的效果出来，这样一个画作。不能说不好啊，但是呢，跟我想要的是不太一样的。它跟你在文声视频里边那个运镜的公式所表现出来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就是在图声视频这个层面上，你的提示词呢可能并不像文声视频表现的那么棒。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用的是图声视频，尽量的呢还是用简单提示词，或者是这种进阶的提示词，甚至形变的提示词，可能都会比较好。如果用这种运镜的提示词，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这是我测试的一个结果。当然，大家可以更多的去测，看一下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表现，或者是提示词怎么写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另外呢，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实验，大家看一下，这儿有一个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其实也是一个运镜的提示词，但是我这里边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说这个有一位啊身穿白色素雅襦裙的古装女子，她的容貌酷似刘亦菲。其实呢，我是想看一下这个模型是不是有一些知识，或者是说它有一个保护隐私这样一个能力啊。那我们放大来看，这个视频效果还是非常镜头推进。你注意啊，这个人物长得像刘亦菲吗？我看不出来。其实有很多模型已经屏蔽了这个名人面孔，比方你要生成特朗普啊或者马斯克呀，这个生成出来的只能说感觉上像，它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啊。那现在呢，表现名人效果比较好的是推特上的那个 Grok， 那个模型表现是比较好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当然这个是题外话，所以说我觉得它保护隐私的能力也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它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有一个 HD 的功能，大家看一下，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模型呢给它变成高清的放大，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放大啊，有点像我们那个模型进行一个放大重采样。它消费的灵感值很低，一个灵感值就可以把它进行高清放大。那比方说看一下，这是原始的，那我这儿对它进行了一个高清放大，看放大之后的效果。这个面部其实该有走形的还是有的，也就是说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放大模型啊，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模型的基本的这些特点都给大家演示比较清楚了啊。当然应用上来讲呢，没有任何难度，关键是大家呢要会写这个提示词的一个训练器啊，这样的话呢，你生成起来才会更加的方便。不要因为提示词把我们挡在门外，好像生成出来的每个质感都不好啊，然后不是你想要的一个效果，或者说非常的单一或者千篇一律。很多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可能会失去对这个人工智能学习的一些兴趣，对吧？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整个这个视频里边可能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生成完了啊，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放大，走一遍。是不是非常的棒？虽然呢，通义万象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呢非常低调的发布了，但是我觉得它的生成效果的确超出我们对一般的视频生成模型的这种期望。除了我们说普通的这种视频生成的能力之外呢，你会发现它可以非常准确的表述这个文字，对吧？然后呢，可以表述运镜可以支持各种各样的这个提示词的写法。当然呢，这儿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在选这个模型的时候，你要选这个 2.1 专业版。你要选择极速版的话呢，可能生成的这种效果没有这么好可能速度会更快。那你去尝试的话，大家尽量的选择这个专业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点比较杂因为主要是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应用嘛，大家呢把这种关键的点去复现一下，加上你自己的印象，最核心的学会这个提示词的一个生成的方式，或者叫这个提示词生成器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